下面编织前片同样分为下摆、身体、胸片和领肩几个区域。其中下摆方法与后片下摆完全相同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完成后编织身体区域，这里需要编织嵌花。为了编织方便，大家可以使用8字绕线法，提前准备好几个小线团。往下先演示一下8字绕线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参考图纸，根据情况准备适量的小线团备用，也可以在后面编织过程中再准备小线团。请看演示。这里我教一下大家8字绕线法来绕小线团，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从独立的线团中取线进行绕，另一种是线连在织片上。无论哪种，绕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首先将线头预留10厘米左右，也可以稍微长一点，这个线头就是后期往外抽的线头。像这样放在左手虎口位置，拇指捏住，然后像这样在手上绕8字。如果线连在织片上绕小线团，就像这样绕。注意，这一头的线连在织片上，方便抽线。绕的时候松紧适度。一个色块的针数越多，线团就绕得越多；色块的针数越少，线团就可以少绕一点。后面如果线不够了，再接线编织即可。大致绕到需要的大小后，预留一节线头剪断，然后像这样打结。可以先将中间绕几圈固定。如果线材较光滑，可以多打几个结。这里的线头如果剩余较长，可以稍微剪短一点。这个就是小线团的绕线方法，大家使用时就像这样轻轻抽线即可。绕小线团的好处就是编织时线相对被固定住了，线团不会滑下来。当线团较多时，不容易相互打结，方便编织。如果小线团使用到结尾有点松散了，可以拆下来重新绕。
或者如果中途织错了，拆了好多线，也可以将拆的这一段线另外绕成小线团。同样，这里是连着织片的一端。绕好后，用线将这里固定好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，大家可以根据情况将开始编织需要的小线团绕好。接下来我们学习嵌花的编织方法。首先织身体第一行，方法与后片身体第一行完全相同，使用下摆的颜色编织，也就是线衣，则继续使用下摆的线材，直接右往左，参考图纸编织相应针法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织第二行，这一行仍然在正面编织。这一行开始编织嵌花，起始区域是线衣，这一端没有线衣，则我们重新接一根线衣，可以使用线衣的小线团编织。这里打活结接线，并将第一针织好。往下继续参考图纸编织，一直织到线2的区域前。我小样这里针数随意，主要演示方法，具体大家参考图纸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需要使用线2编织，这里可以将线2在线衣上打结。接头移到后方靠近线圈的位置，然后使用线2编织对应针法。线1放于原位，这里换下的线要放于织物的背面。织完线2的区域，这里将线放于原位，同样放于织物的背面。后面是线1区域，这里没有线1，则在线2上接一根线1。
然后使用新接的线衣将后面的线衣区域织完。完成后，到了最后的线二区域，重新接线二进行编织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二行就完成了。往下织第三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翻转织物。由于编织的小线团比较多，大家翻转织物后注意整理一下线头。开始先使用线衣编织，使用下方第一行的线衣直接拉上来编织即可。将开始线二上方的区域织完。完成后，往后这一行没有换色，可以直接使用这根线衣织完这一行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三行就完成了。继续织第四行，仍然在反面编织。开始需要使用线二编织，这一端有一根线二，将其拉上来编织。
织完线2区域，后面需要使用线1编织，将线2放于织物的反面。此时这一行在织物的背面编织，则将线头放于对着自己的这一面。可以看到，下方有一根线1，这里距离编织位置较近，可以将其拉上来编织。由于是嵌花编织，为了防止2个颜色交界处有洞眼，这里换色时需要将2个颜色的线头交叉一下。往下使用对应的线1继续编织。织完线1区，往下换线2编织。图案下方有一根线2，拿起进行编织，同时换色时2个线头要交叉。这里放下的线放于织物的背面。继续编织。织完线2区域，换线1编织。下方有一根线1，拿起编织，注意线头交叉。换下的线都放于织物的反面。继续将剩余织完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4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织第5行，从正面编织。这一侧边缘有2根线1，使用靠下的一根线1进行编织。这一行没有换色，直接织完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织第6行，继续在正面编织，使用这一端剩余的线1将开始的线1区域织完。完成后换线2，往后换色时2个线头都要交叉，并且换下的线要放于织物的反面，后面我就不反复提醒了。用线2将对应区域织完。
完成后换线衣编织。之后继续参考之前的方法，对照图纸换色编织相应针法即可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6行就完成了。往下我用这个小样讲解一下剩余的编织规律。后面会遇到一行线1、一行线2交替的区域，也会遇到全是线2、全是线1的区域。后面无论编织哪种区域，方法都一样。编织到换色位置时，使用下方距离较近的线头编织，距离较远时可以重新接线编织。如果下方没有对应的线，则重新接线编织。同时，如果下方有2根线，尽量选择靠下的一根，这样拉线痕迹不会太长。由于是2行一次来回，如果编织过程中不确定线头放下的位置，可以提前看一下后面几行编织时对应线头需要使用的位置，然后根据情况合理放置线头。同时编织过程中线头位置不合适时，可以将用不到的线预留长线头后断线，然后在合适位置重新接线编织。这里织完一个图案区域后，线头用不到时，同样预留长线头断线即可。往后大家结合之前的方法，根据实际情况将身体区域编织完成。此时身体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讲解胸片部分，这里部分行首尾需要浮针收针，同时部分位置还需要编织嵌花，无论嵌花位置在中间还是首尾，按照之前的方法编织即可。完成胸片后，继续编织领肩。这里按照一行一个颜色交替编织即可。同时领口需要浮针收针，肩部靠领口的一侧部分位置需要浮针收针，肩部最后几行需要留针引纺编织。这里织完一侧肩部后都要浮针收针，然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用到的方法和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领肩编织完成即可。完成后处理一下嵌花的线头位置，这里缠线时可以与旁边打几个结固定，然后再顺着纹理缠进去。尽量在同色的区域内缠线。这样缠线会比较牢固一些，所有线头都按照这样的方法缠线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前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由于前片花纹较多，也没有特定规律，这里如果编织过程中织错了颜色，可以使用线头遮盖的方法来补救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，比如我这里
需要用线衣遮盖一个线二，则剪一段线衣的长线头，穿入缝针，然后从对应辫子的下方洞眼穿出，预留一点线头，再从上方辫子的针脚穿过，再穿回下方辫子的洞眼。这样就盖住了线二。如果还有线一的痕迹，可以按照同样的步骤继续穿线。穿出时注意，在相邻位置穿几针，然后再按同样的方法穿线。最后处理线头，将线先在相邻位置穿一下，然后与起始线头打结固定。剩余的线头再顺着纹理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往后花纹有需要调整修改的地方，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调整。完成了前后片，往下进行连接。这里使用线衣将肩部和身体分别连接。大家连接时，后片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将哪一面朝外。这里是双面拉针，两面除了辫子的颜色不同，其他都一样。前片将有嵌花纹理整齐，没有拉线痕迹的一面朝外。这里肩部使用针与针缝合的方法来连接，入针时调两侧大致对应的辫子或者辫子之间的洞眼即可。身体采用行与行连接的方法，入针时调两侧织片边缘的度线即可。往下分别演示一下针与针缝合以及行与行缝合的方法。注意视频主要演示方法，具体入针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只要连完后织物平整美观就可以。可以先学习方法，再根据实际情况操作，请看演示。针与针都是收针状态下常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可以将其中一个织片结尾预留长线头，将线头穿好缝针，位于后侧，从靠近自己没有线头的织片上出针，也就是从边缘这一针的中间出针。再从后面这个织片边缘一针的中间出针。
然后每次都是从前面这个织片上挑8字。从后面这个织片上挑倒8字。缝几针后，可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形成了辫子纹理。如果拉紧，就成了无缝缝合，看不出缝合的痕迹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决定是否拉紧。我继续将这里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1针。边缘第1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划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划针，只是划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3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4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1针左侧就是第2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2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2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2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
这样倒着的线圈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，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，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
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此时连接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衣领，沿着前后片领口区域挑针，绕圈编织。这里是编织单螺纹花样，同时需要使用4根半针圈织。织完相应圈数后，进行单螺纹收针，则往下分别演示一下领口第1圈挑针的方法、单螺纹圈织的方法以及单螺纹收针的方法。注意挑针时位置没有固定要求，只要挑完后织物平整美观就可以。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操作，请看演示。先挑织第1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。我们从后片开始挑针，可以发现后片一般分为3段，2个侧边以及中间部分。挑之前可以先根据图纸上的要求，将后片总的挑针数分配到这3段。通常中间都是一一对应挑针，剩下的针数均匀分到2个侧边即可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后片挑21针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，这11针通常就是中间浮针收针的针数。剩下的在2个侧边分别均匀挑5针即可。挑针的这一圈全部织下针，对于这样的侧边，就是挑边缘的几根线，注意要大致均匀。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演示，方便观看。侧边挑好后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。完成后，这个侧边继续均匀挑5针。完成后，到了前片位置，将前片总的挑针数同样分配到这3段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前片挑39针，中间这里我收了7针，因此两边各挑16针，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
全部调好后核对针数，然后将它们均匀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这样第一圈挑针就讲完了。接着织第二圈，从这一圈开始要编织单螺纹花样，也就是交替编织一个下针和一个上针。第一针先织上针还是下针，根据图解即可。第一针稍微织紧一点，注意，每次换针织第一个线圈时要织紧一点，防止有明显的换针痕迹。继续交替织下针和上针，将这一圈织完，也就是织完第3根针上的线圈。我这里第一针织的是下针，最后一针刚好织上针。现在我就织好了第2圈。从第3圈开始，往后每一圈都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单螺纹。也就是看到下方是辫子，就织下针。看到下方是横线，就织上针。辫子，织下针。横线，织上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继续将剩余圈数织完。我这里圈数有省略，全部织完后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第一针下方是辫子，第2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。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。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。
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，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。固定线圈，最后可以用这个线头将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这样领子就讲完了。此时衣领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讲解绣边，方法与衣领相同，也是使用4根半针，沿着袖口区域绕圈编织单螺纹花样，织完进行单螺纹收针。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将其织好。此时绣边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个背心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思思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